打野这么多年，捡到整只骆驼还是头一次。这不仅为打野专家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，柔软的皮毛也能抵御夜间的严寒。趁着太阳还没落山，赶紧处理。据说骆驼脂肪是难得的美味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取下一小块品尝，吸溜一口，浅嚼两下，没想到直接给被子整破防了。这玩意儿居然比皮蛋还难吃，看来沙漠中的美味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。现在满嘴都是油腻的土腥味，只好切开留味，从里面捧出储存的清水来缓解一下。处理完内脏后，剩下的部分全可利用。骆驼的皮毛除了可以御寒，还能在遇到沙尘暴时把自己包裹起来避险。随着天色渐黑，被子利用回龙汤围着骆驼画了个圈，这是在标记领地，预防豺狼虎豹的光临。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实则没有3斤的海量很难办到。忙活完，肚子已经饿扁了，立马生火准备烤肉，特地选了块后腿肉，切下一小块品质最好的放上石板。为了让肉的口感达到最佳，必须小心控制火温。15分钟后，一块美味的烤肉新鲜出炉，吃起来不仅肉质紧实有嚼劲，其胆固醇还很低。隔壁的德子经历了3天饿9顿，终于起身外出寻找吃食。很快他看到了好几个杰瑞洞，通过一番研究，发现这些洞穴是相互连接的，于是便决定用烟熏的办法解决里面的蛋白质。先逐一把洞口堵住，然后在剩下的一个洞口生火，这样浓烟就会顺着地道通向各个洞穴，把它们熏死。耐心等待1个小时，埃厄德这才兴奋地挖开地洞。想象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，把地洞掏了个遍，连蛋白质的毛都没看见。心碎的德子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坐在石头上伤心了好久，这才整理好情绪，继续寻找吃食。路上他看到了几根骆驼的大骨，本以为时来运转能吃上骨髓了，结果敲开后才发现里面啥也没有。2次打击让德子眼泪都差点流下来。另一边，贝子舍弃了骆驼，轻装赶路，一路上东找找西翻翻，他想要尝遍沙漠里的美味。这是一只碧玉猪，介于蝎子和蜘蛛之间，最大可以长到15厘米，小小的体积却蕴含着大大的能量，一直追着贝子的影子疯狂输出。但今天遇到吃货，被算他倒霉。利用小木棍将其摁住，掐头去尾后全是蛋白质，放入嘴中细细品尝，奇怪的味道充斥着身体每一个细胞，直接露出了痛苦面具。为了缓解碧玉猪带来的心理伤害，又在附近找到一棵枣椰子树，这是他今天看到唯一含有水分的东西。当即便开始攀爬9米高的树干，等登顶的时候才发现手臂上全是划伤。贝子顾不得其他，赶紧摘一颗枣椰子尝尝，味道十分苦涩，顿时让他皱起了眉头。可即便如此，也要尽量多吃点，因为里面富含维生素 C 和矿物质。而心碎的德子忙碌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食物。这种名为姜糖草的植物根部可以食用，味道跟甘草一样，可以很好的帮助身体补充卡路里。德子吃了20来根才缓解了饥饿感，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。途中看到了一个小铁杯，立马收编备用。擦拭干净后，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大片野浆果。未来几天的吃饭问题一下解决了，高兴地甩开肚皮开造，酸酸甜甜，每一口都富含碳水化合物。吃饱返回营地后，赶紧盛了一杯清水煮茶，在里面放入糖浆草的根茎和美味小浆果，美美的喝了一杯下午茶。但连续吃了2天浆果后，德子实在扛不住了，他四处翻开石头，想在底下寻找蛋白质。不多时，几只没来得及跑路的蜥蜴被抓住，回到营地立马做成小烤串，简单烘烤半个小时，来上一口香嫩软滑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可贝子那边自从吃完枣椰后就饿了一整天，好不容易发现了几个很像西瓜的东西，结果凑近一看，居然是沙漠葫芦。切开后里面是白色的瓜囊，一旦误食，不仅会生重病，还会让身体快速脱水。不过这玩意儿外用却有奇效，是治疗痔疮的好帮手。被子用不到，随手一扔就上路了。2个小时后，发现一棵阿拉伯胶树，树干上面附着的树胶虽然不能吃，但可以含在嘴里欺骗脑子。其作用是促使口腔分泌出更多的口水，达到解渴的目的。德子自从吃完蜥蜴小烤串后就念念不忘，每天都外出打野碰运气。没想到这次真让他赚到了，居然在石缝里发现一只乘凉的小刺猬，这可把他乐出了哈喇子，立马抄起10块送其领了盒饭。由于是第一次遇到这玩意，如何烹饪就成了难题。思来想去，决定弄个地下烤炉，先刨个坑，在底部铺上导热的石子，然后不停地在上面烧火，等石头坑被烧得滚烫，立马将刺猬丢进去，最后在上面盖一层野菜锁住水分，就可以把这个高温土坑给埋起来。焖烤4个小时后，德子激动开炉，外壳轻轻一剥就脱落，喷香的味道直奔天灵盖，赶紧来上一口，肉质鲜嫩松软，即使没加任何调料也是相当的可口。德子这边已经开始了度假般的生活，贝子还在苦兮兮的穿越大沙漠，好不容易遇见绿色植物，结果又是隐藏的杀手。这种名叫牛角瓜的植物，茎秆里白色的粘液能让眼睛失明，要是不小心吃进肚子里，便会当场领盒饭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贝子在沙漠里疯狂寻找水源，直到看见一处干涸的河床才停下脚步，打算挖坑找水。成功挖到湿润的泥土后，他把头巾取下来，用来包裹住泥土，就能吮吸里面的水分。虽然不能灌个水饱，但是润润喉还是没问题的。稍微恢复一点体力后，贝子又急匆匆的继续赶路。反观德子这边，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吃得更好。过了几天的幸福生活，他突然意识到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
今天的目标便是重返地洞捕捉小杰瑞，和之前的计划一样，先用石头把洞口堵住，然后在剩下的那个洞口处生火，让烟雾通向各个地洞。耐心等待2个小时，德子再次出击。随着指尖触碰到柔软的物体后，忐忑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第2个洞口又抓住了一只小杰瑞，很快第3只也成功拿下。开心的德子立马返回营地，生起火堆，将杰瑞通通放进去焖烤。3个小时后，香喷喷的蛋白质新鲜出炉，来上一口又酥又脆，吃得他两眼直放光。荒野扛把子果然不是吃素的，居然徒手逮到一条10斤重的大鳗鱼，反脚制服在地，手起石落砸断尾部的神经，最后再一刀送其领了盒饭。回到营地后，贝子取出太奶奶传下来的手机，将里面的电池抠出，只需扎破电池，让里面的锂和氧气接触，就能轻松得到火种。等火堆完全燃起来，开始着手处理鱼肉，先切2片放在杯子里水煮，剩下的则是去除骨刺放在火堆旁熏烤。简单等待5分钟，杯子里传出阵阵飘香，迫不及待地品尝一口，肉质软糯，味道鲜纯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。贝子正哼唧唧地吃着鳗鱼大餐，德子还在和土拨鼠斗智斗勇，利用石头把多余的洞口堵住，在最后的出口布置了一个套索陷阱。饿着肚子等待1晚后，赶紧返回陷阱处查看。终究皇天不负秃头人，土拨鼠现身了，但没想到这家伙比猴还精，知道上面有陷阱，居然躲在洞里不出来。德子当即抄起旁边的木棍，对准鼠头一击毙命，成功获取蛋白质，立马返回营地处理。由于接下来的路线是前往沙漠，决定把土拨鼠的外套完整剥落，用来当做储水台，而剩下的4公斤蛋白质，他要切成小块做成烟熏肉干，方便路上携带。收集来树枝做成熏肉架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肉条铺上去，最后在上面覆盖一层云杉树的枝叶，用来防止苍蝇蚊虫的叮咬。等烟熏肉工作差不多完成后，美美的睡上一觉。第2天早上醒来，营地里肉香四溢，德子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在吃上美味肉干的那一刻，发出了给的笑声。这简直比500克1斤的腊肉好吃太多了。把肉干打包好后，他又拿着储水袋去附近装水。反观贝子这边，赶路没多久遇到了好东西，他捡漏了一只远古时期的大蛐蛐，倘若将其嘎嘣脆，回家后都能跟人吹上3天。老规矩，掐头去尾就能下毒。可刚准备下手，小家伙就发动了反击。贝子何时受过这等委屈，立马处理用起了餐。本以为味道不会差到哪里去，不成想判断失误，远古大蛐蛐的体味堪比臭屁虫，比皮蛋还要上头。缓了一会，继续赶路。不多时，前方出现了一条大河。为了缓解嘴里挥之不去的气味，他要在这里找点好的换换口味。一个水坑吸引了注意，镜头一转，好家伙，几只小龙虾出现在眼前。由于体内含有大量的寄生虫，贝子没打算生吃，而是找来一大片青苔，用水将其打湿。只要把小龙虾放进去打包，就能保证新鲜不会变质。等找到合适机会再一锅煮了。另一边，德子利用土拨鼠的外套装了整整5升淡水，然后带上肉干向着沙漠进发。但是还没走上几公里，觉得把物资背在身上太耗费体力，脑瓜子一转，停了下来，想要利用柳枝制作一个简易的小雪橇，这样不仅能放上物资，还能带一点干柴，方便晚上在沙漠里生火取暖。很快框架就被制作出来，底部和侧面再绑上横撑和护栏，省力又美观的托运工具大功告成。接下来只需稳步前进就行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贝子来到了火山区域，在这种环境下行走，身体的水分消耗很快，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水源。艰难爬到山顶时，听到一阵哗哗的流水声，原来是山下有条小溪，当即顺着陡坡往下爬，结果每下降一小段距离，就会有无数松动的石头滚下，要是不小心滑落，当场领盒饭不成问题。贝子小心翼翼地顺着陡坡抵达山脚，等来到小溪边，本以为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可浅尝一口后，嘴巴和舌头瞬间发麻，口腔里还充斥着一股浓浓的硫磺味，看来这些水是受到了火山的污染，不得已只好继续往前走。另一边，德子也带着全身家当来到了沙漠地区，一半的路程还没走完，他的水就全部喝光，口干舌燥的德子瞬间崩溃，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周围，发现附近有处沙地的颜色不一样，赶紧冲上去查看，这里的泥沙很潮湿，尝试着往下挖了几寸，没曾想直接掏到了沙漠的大动脉，水源立马渗透了出来，用帽子舀出一点淡水润润口，顿时感觉浑身都舒爽。唯一不好的是水里有很多泥沙，为了把淡水打包带走，转身去雪橇车上拿了2根木棍，把储水袋架在上面撑开，用帽子当做过滤器，很快便得到了干净的水。而贝子穿越火山后，来到了一片茂密的丛林，此地的危险同样无处不在，不仅到处充斥着蒸汽，池水也在地下岩浆的作用下远超沸点，踩在柔软的草地上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踩空掉进水里。贝子胆颤心惊地往前走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热水池，见此他动起了歪心思，立马掏出之前抓到的小龙虾，将其放进好几天没洗的袜子里，接着绑在木棍上，放进沸腾的热水池里加热，等待5分钟后取出，就得到了一道香喷喷的水煮龙虾。迫不及待拿起一个放入嘴中，肉质鲜嫩 Q 弹有嚼劲，还自带咸味，不用放盐。贝子正享受着美食，德子却顶着狂风在沙漠里寻找出路，一直走到傍晚，这才看到一大片绿洲。